天临63751年，我出生了。但长老说我很快就会嘎。事情是这样的，我爹是金翅大鹏雕，暗恋玉泉山的孔雀族小公主已有1000年余，但两族势同水火，皆因互相嘲讽对方孵不出凤凰蛋。50不孝百步，懂的都懂。一次英雄救美，我娘彻底沦陷在我爹的攻势之下。碍于两族关系尴尬，于是趁夜两鸡鸟偷偷隐去自身灵力，下凡躲到一处山洞安置了窝。婚后甜蜜如丝，我爹娘超爱对方的。打个比方，他们经常一言不合打架到半夜，但清晨起来都会为对方梳羽毛，有时候甚至腻歪到日上3竿还不肯起床。正因他们如此恩爱，所以我和姐姐很快降生了。我随爹爹，真身是金翅大鹏雕，可惜在蛋内先天不足，以至于法力低微，不仔细看的话，还以为是块黑煤球。与我不同，姐姐破壳而出的那刻，五彩霞光裹挟周身，将爹爹的洞府映照得如同9重仙境。五彩金凤重临世间，仙羽之气息顷刻间通达4海8荒。两族长老闻讯而来，张长老脸上舔着笑。天哪，是五彩金凤！我族历经3000年，终于又迎来了神鸟凤凰。闪开闪开，那是我雕族的神嗣，让我先抱抱凤姬。老家伙们高兴坏了，10几号人挤上来，想做第一个捧鸡，呸，捧凤姬的幸运儿。现场瞬间乱作一团，我就惨了，洞里的长明灯不够亮，加上我又黑不溜秋的，于是不太圆润的我在诸位仙长的脚下逐渐变得圆润起来。好在我娘及时发现了我，不愧是亲生的，我很爱她。我娘心疼地拍拍我身上的灰，翘着兰花指一扫众人，你们看归看，别乱碰人家东西啊，知不知道大冬天出去捡探头有多不易？对不起，我收回前面的话。众长老没有理睬我娘，这时候他们眼里只有我姐姐，那可是发光般的存在啊。我爹满脸得意，忽然他像是发现了什么，目光转向我娘的手，也就是我身上。他呀的一声扑腾过来，双手接过我仔细打量，也许是父女连心，即使我被踢得鼻青脸肿，满身脚底灰，他依然认出了我是他的崽崽。我的宝，我可怜的宝，怎么就黑得差点连爹娘都认不出了呢？我爹痛心疾首，大女儿五彩金凤，而小女儿却在黑夜里伸手不见五指。如此反差，我都没哭，他倒是先哭上了。动情之余，涕泪横流，他没有帕子，竟想直接拿我将就。又好在我娘有洁癖，直接夺过我，怒斥我爹，把你那2条小白龙收回去，不然今晚别想上老娘的炕。我爹惧内，立刻吸鼻子做乖巧状。这一番折腾，终于有长老注意到我的存在，白胡子老头伸出手掌附于我头顶，一股柔白的光环绕在我身上，暖暖的麻酥酥的，还挺舒服的。糟糕，有尿意！我忍不住动了下身子。长老瞬间脸冒青光，马不停蹄收回湿了半面的手掌，对我做出评价：悟性差，灵智弱，最重要的是又黑又丑。要知道我们孔雀与大鹏可是神鸟凤凰的后裔，无一例外都是美人皮囊，这黑娃子即使能活下来也是废了。我爹娘要面子，联手把老头揍成了掉毛鸡，然后将那一群人统统赶了出去。于是乎，洞府只剩下我们一家4口。石桌上，我和姐姐一黑一白，一光一暗，对比鲜明。要不咱们去求求9重天上的仙家？我爹迟疑着开口。我娘抿唇思考良久，终是摇摇头。我可是孔雀族最美的小公主癌，被外头的仙家知道我生了个黑探头，我还能愉快地出去玩耍吗？那怎么办？找西华吧，她是魔族公主，据说她有面无所不知的魔镜，可为我们解忧。可是我们是神仙，她是魔族，凭什么帮我们？我爹摸头表示不解。我娘神秘一笑，揪住我爹的耳垂靠近说，她苦恋我爹良久，加之我娘先是已有1000年，若我同意这门亲事，这不，格局一下就打开了。夫人，想不到你如此大度，竟为幺儿不惜给自己找个后娘，为夫实在敬佩，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。我爹眼中竟然闪过艳羡。那当然，这双黄蛋可是我自己下的，亲生的。我娘明媚的双眸充满母爱，主要我也想和那块魔镜做朋友，问问美容秘法之类的。噗，我差点原地去世。可惜姐姐还在沉睡，娘亲这份沉重且离谱的爱只能由我承担了。经过我娘我外公不辞劳累的努力，我终于存活下来。但魔镜提醒过我必须依附姐姐，因为她是五彩金凤，神鸟凤凰的转世，苍黄凤姬，很是牛皮普拉斯。她体内蕴含无上灵力，稍稍分我一点就足够我健康长大。总之一句话，她在我在，她嘎我嘎。姐姐虽然身世背景强大，但心思单纯，纵使有着3生6界最美的样貌，却只是个呆瓜美人。我与她一同长到500岁，她陆陆续续被嫉妒的同族骗了不下上千次。不是掉进黑熊精的洞，就是在蜘蛛精织的网上荡秋千，甚至还有一次被鱼妖吞入腹中。就这种智商，说出去别人能信她是神鸟凤凰？唉，谁叫她是我的姐呢？我唯一的胞姐呀！每隔50年都要拔一根羽毛来给我镀灵力，那因吃痛而扭曲的绝美脸庞令我十分心疼。我偷偷发誓要狠狠宠她，绝不让人欺负她。没错，我就是传说中的霸雕。
由于我凶名在外，之后的300年再没有仙妖敢放肆。直到刘殷少君的出现，他是天君嗣子，奉天命来与我族缔结婚约，对象定然是我那闪闪发光的凤凰姐姐。只不过他似乎不太情愿。刘殷少君身姿颀长，五官俊美，又吹得一手好箫，流光斐然之间，刹那神智，我那傻姐姐便被他迷得晕头转向。没等天官受完聘宴，就迫不及待地同意了这门婚事。那场面堪比我爹娘捧着新鲜出炉的烧猪，跪地贡献给天君。丢脸！刘殷少君原在发愣，见我姐姐如此主动，眼中生出几分厌恶来，似乎又不止，他身上还夹着股恶意。那恶意不浓，但我立刻察觉到了。穆仪，莫要打断天官宣旨，快快退下！我爹恨铁不成钢，连忙挽尊，又对刘殷说道：“少君嫌少来我仓皇山，不如住些时日，也好细细讨论大婚事宜。我爹年轻那会儿和天君已是老相识，也算是刘殷的长辈，他自然无法拒绝此事。”眼见气氛有所缓和，我娘看向我：“黑妞啊，你去收拾间厢房出来，给少君歇息。”我嘴角抽搐，清清嗓子强调：“蓝雨，蓝雨，蓝雨，重要的名字喊3遍。那么多废话干嘛？蓝雨哪有黑妞顺口？快去！”我娘丝毫不听，不顾有外人在，直接吼我。好吧，我全当他眼拙，没有审美能力。收拾完一间房后，我领着刘殷少君过去。他扫了一眼简陋的屋子，满脸写着很不爽。我假装没看到，出门的那刻扭过头看向他，皮笑肉不笑道：“少君也不要嫌弃，毕竟也就住2天而已。只是仓皇山好歹是仙家之地，常年仙气环绕，灵力充沛。且看你怀里的那位朋友能熬到几时？”刘殷少君猛地一怔，伸手捂住胸口，瞪大双目盯着我：“你怎么知道他的存在？我怎么知道？”这个问题问得真好。虽然我灵力低微，但我鼻子灵啊，什么香的臭的都别想逃脱我的鼻子。譬如狐狸精的骚气。嗨嗨，我掩住口鼻，颇为嫌弃。少君若喜欢狐狸一族的，大可跑去青丘涂山觅爱，那到底是仙子地基，何必寻个妖精？关键还有狐臭啊！我明白了，少君虽不食人间烟火，但口味喜重，寻常的臭怕是入不了法眼。如此一看，我家姐姐着实不配呢。刘殷被我说得满脸绯红，正欲发火，我双手叉腰，一副招架之势。打架？来啊！敢打我，我立马喊救命！谁怕谁啊！这个时候正巧我娘进来，见我俩剑拔弩张，断定我越举了，当即揪住我的耳朵出去教训，并没有注意到刘殷少君眼中一闪而过的杀意。接下来几天相安无事，刘殷也不知用了什么法子，居然能保住那只狐狸精。可恶的是，姐姐每次见到刘殷少君都是一副痴迷模样，气得我连炫了5顿饭才稍稍消气。以我眼光之毒辣，那个刘殷绝非良配。我这鲜花一般的姐姐怎么能插进牛粪？可天君赐婚已成定局，谁都不能拒绝，一旦说个不字，必会触怒天颜。所以我必须逼他主动退婚。这日刘殷在桃林赏月，我端了一壶酒过去，笑道：“少君如此有雅兴，不如试试我爹爹亲酿的酒。放心，定然不会比天宫的琼浆玉液差的。”他谨慎地看向我，满脸写着仨字：“你凑开。”哎，你不要小气嘛，这3生6届谁不知道我蓝雨嘴臭？少君又何必当真？您与贵友爱住多久住多久。仓皇山有很多情侣打卡点，欢迎你们去留下脚印哦。我一副狗腿子的模样，着实将他吓得不轻。你能不能正常点？这什么话？我现在的表情很不正常吗？他眉头紧皱，扔给我一块玉镜，自己看吧。你的脸很尖，我不信。立刻拿过来一看，啧，不就是笑容灿烂了点吗？真是大惊小怪。既然他吃硬不吃软，那我也不装了，直接就把托盘扔了，咱也不绕弯子了。既然你不喜欢我那傻姐姐，不如趁早禀明天君，两家各自婚配，你与你的狐妹妹，我姐姐再寻良配，岂不美哉？他饶有兴致地打量我，最后吐出一个字：不。我的笑容僵住。为什么？我姐姐可是族里最笨的鸟，难道你也是个颜控？我是天君嗣子，日后最有机会继承天君之位，只不过娶一个女人而已，便当摆个花瓶罢了，并不会影响本君另立侧妃。这话说的要多贱就有多贱，把我气炸了。捞起袖子上前就是干，打得正火热的时候，姐姐却出现了。单纯的少女捧着自己做的点心，清晰般的眸子看过来，我松开刘殷的脚脖子，忍着鼻青脸肿的痛，委屈大哭：“姐姐救我！少君说去把蒲扇，要借我的毛用用。姐姐向来疼我，必定对这道貌岸然的男人失去爱慕。少君见谅，我家妹妹毛少不好看，若您想要，便用我的毛吧，五彩的，很上档次哦。”我刘殷真是疯癫，好好的月色竟被玷污了。刘殷眸色灰暗，甩袖离开，显然是气得不轻。妹妹，你痛不痛？姐姐蹲下来，嘴角抿成做拱桥。我在地上抻了一下，身上10几处骨折，那混蛋是往死里下手呢。这么说，他刚才是想要我的命。打架事件以我被关禁闭而结束。我爹不但没有怪刘殷下手狠，反倒把我骂了一顿。我的傻崽崽，刘殷的武力值在天界无人可敌，你和他打架能活着就不错了，再头仰挨揍，爹恐怕得去你的坟头烧香了。我被包成木乃伊的鸟躯一震，声音颤抖：“
就没人能把他干趴下。我爹颇有些难过的垂下眼，随后又45度仰望天空。他曾拜于2人手下，其一是前战神，3000年前为修复神魔之井以神陨，他是你姐姐出生前唯一的凤族。而另外一个司通魔族，现被关在无极冰狱受刑。据司命说，那人被包仙蛊后寿元将尽，也就这1-2年活头了。瞧老头子落寞的眼神，我心下了然，那个人一定是他的故人，说不定还有段不可言说的过去。有这层关系，应该很好说话吧。嘿嘿嘿，丝好痛，忘了我的下巴也被刘英那混蛋踢了一脚，这次伤得不轻，加上姐姐的黑暗料理，我足足在榻上躺了月余才稍微好转。而这期间，刘英当真带着他怀里的狐狸精逛遍了苍黄山，还认真打了卡。起初不觉得，但一人一爪的印子盖遍了每一棵树，如今弄得满山都是狐狸的骚臭味。蓝雨，这尊大佛何时归天啊？却灵们痛哭流涕，外加捶胸顿足，描绘的有声有色，着实把我气得不轻。拜托，那些景点可都要收费的，他居然仗自己是客，不拿零食付账，摆明是在打我的脸啊！不行，去无极冰狱得提上日程了，不然等那人嘎了，就没人知道怎么打败流氓少君了。又煎熬了半个月，我迫不及待起来活动。第一件事是拒绝姐姐的投喂，第二件事是找只做起。说来惭愧，身为一只鸟，我的翅膀因先天原因压根没发育，现在还跟鸡翅膀似的。好在甚少人知道此事。我拄着拐，偷偷向苍黄山的老树林打听无极冰狱的所在。最老资历的树灵为我指路，还很好心的让他的邻居英叔送我。于是乎，英叔飞啊飞，飞啊飞，3天后，无极冰狱到了。极致的冷意瞬间钻进后脖子，我连忙收拢羽毛御寒。英叔到达目的地，精准把我投放到一个巨型草窝旁，随后夹着尾巴光速开溜。叔，你忘了把拐还给我了呀？喂！这话还没来得及喊出来，自天空猛然降下飓风，重得我直接跪在地上叫娘。顷刻间风停了，一身破烂的炸毛老头浮在空中，他的肉体有几处已成了透明色，原本闭合的双眸张开，竟是双金色的瞳孔。他飘至我面前，用力一嗅，顿时面带嫌弃，一股貂毛味。你是青招和墨炫的种。我皱眉往后挪几步，张开双臂，自己闻自己。明明是苍黄山最畅销的洛神香的味道，哪里是貂毛味？等等，你怎么知道我爹娘的名字？我下意识捂住嘴，3分惊奇，5分了悟，外加2分失望。这传说中能与前战神一较高下的人物，也不过如此。这话似乎打击到他了，那双金眸迸发出骇人的目光，只消一眼，我便晕了。再度醒来，我被吊挂在一朵乌云之下，里头闪电雷鸣，仿佛下一秒就能打出个雷，把我劈成烤鸡。我慌了，忙跟炸毛老头求饶：“前辈饶命啊！因爹娘所托，我才来这无极冰狱，求您指点如何打败刘殷少君的，并非有意冒犯，您就放了我吧。”提及刘殷的名字，老头眉头蹙紧，似乎很讨厌他。你可知吾是谁？老头突然这么问，倒是把我问住了。对哦，出门太急，我都没打听清楚他的身份。大抵应该是个不得志的上仙。见我满脸懵逼，他拨开自己那一头乱糟糟的头发，露出额间的玄魄，是红族的堕神印记。我记得天后好像就是红族的。我心一下子跌落谷底，看向他时噤若寒蝉。你不会是刘殷的外公吧？他的眉头蹙得更厉害。吾没有如此阴险的外孙，吾乃天后胞弟，刘殷是天君在人界与凡女所生的，与吾并无关系。事件如此转折，竟然无意间吃了天君的瓜。嗨，我故意忽视这个瓜，将此行的目的仔细告知，毕竟有求于人，就要说清道明。炸毛老头冷着脸飘过来，突然他扯唇笑了，问：“想让吾帮你？”我怕得要死，但还是重重点头。既如此，礼尚往来。他打量我，居然有1秒的嫌弃，将你的肉身借吾一半，这不太好吧？我好想拒绝，但他并没有给我反对的机会，化作一团红烟朝我涌来。乌云内顿时电闪雷鸣，突然劈出一道雷来，直直打在我额间。我凄厉惨叫，只觉痛感蔓延全身，每一处经络都在发烫，一股莫名的力量在体内蓄积，我好像快要爆炸了。如无所料，这具身体真是差中极品。我做了个可怕的噩梦，那个炸毛老头抢了我的身体，最后居然还嫌弃我体质差。你没做梦，确有其事。心海中突然冒出他的声音：“吾叫朝礼，注意你对长辈的态度。”原来梦是真的，我欲哭无泪，哪有美少女身体里住个老头啊，简直是离大谱。刚这么想完，右手突然像火烧一般，火辣辣的疼。老头，不，朝礼又道：“你在想什么？吾全都知道。此次小惩大戒，下次若再不敬，烧的便是你的头。所以管好自己，懂？”我死死抿紧自己的唇，弱小无助，涕泪横流，满满的委屈控制不住地涌上心头。从现在开始，我不仅要闭嘴，还得闭脑。呜，本小鸟实在做不到啊！别吵了。朝礼低吼一声，随后长出了口气，才变回原来的冷淡口吻：“你不是想让我帮你教训刘殷？
走吧，在这闷了几千年，是时候活动活动了。我立马收拢情绪。好嘞。问题是，这无极冰域绵延千里，我灵力低微，不能驾云，翅膀又不给力。正想着，我整个人浮了起来，又如坐上扫把星，眨眼飞驰。回到仓皇山只花了1个时辰。整个过程，我根本没机会开口说话，或是胡思乱想，五官因疾驰被风吹得变形，发型也成了扫把星同款。人停下的时候，魂差点继续朝前飞。晕，哦，我想吐，我头昏眼花冒金星，双腿发软，身体的控制权逐渐转移。朝丽一边接手身体控制权，一边骂我，真是没用，小小的极光术就受不了，青招那死鸟怎么教你的？稍后无亲自问问，骂声骤然止住，转而变为疑惑。这是仓皇山，我恢复过来，俯视下方，顿时惊骇失语。满山的树都成了焦炭，还在冒着浓烟，好在爹爹的洞府有玄光镜保护着，这才免遭大祸。可是仓皇山好端端的，怎么会引起山火呢？脑海里突然冒出一件事，我记起来了。去无极冰域之前，刘英带着那只狐狸精逛遍了整座山，在每棵树上都留下了印记。想不到他竟如此狠，连山上的无辜生灵都不放过。难道就只是为了发泄？我要去找他算账。我心底怒意翻涌，想抢回身体控制权，飞上天空撞死他。朝离没有让，而是淡淡道：“这并非普通的火，而是魔界石坑下的业火。现下玄光镜四周滚烫如铁水，就凭你这副身体，大有可能立刻变成焦炭业火。那怎么办？”我已经无暇去想刘音怎么会有魔界之物了，满脑子担心害怕。爹娘还有姐姐，不会都变成烧鸡了吧？那也不至于。正当我在仓皇山上空徘徊的时候，一个意料之外的人出现了。思雨仙君驾云而来，见此惨状，也不禁掩面渲然欲泣。飞进身旁，他对我的新发型诧异了3秒，随后恢复神色，揽住我的肩，同情道：“昨日我受天君之命前来布雨，可为时已晚。此乃魔界业火，我特意向天后讨了天界的寒冰水来灭火。只是你爹他们虽在玄光境内，但四周火势太猛太热，怕也是凶多吉少。”闻言，我眉头不由一蹙。别信他！朝丽在心海内厉声呵斥，随后操纵我的身体飞开数步。何方妖孽，胆敢在吾面前放肆！蓝雨，我是思雨仙君，你忘记了吗？思雨仙君面带不解，手扶过腰间法宝，笑道：“除我之外，还有谁能用这降雨带，能用这法宝？你确实是思雨仙君。”身体又切换成我，见他如此淡定，我冷笑着戳穿，但里头的性子不是。托我娘鸿福，除了在仓皇山外头的人只知道我叫黑妞，甚少有人知道蓝雨2字。加上思雨仙君个性倨傲，特别讨厌聒噪的我，而且你又忘了，我的鼻子可是很灵的。这位狐狸精，他的笑容慢慢收敛，双瞳透出狠戾，装傻不好吗？我不过想抓你当引子，叫青招那个负心汉出来罢了。负心汉？我震了个大惊，倒不是因为我爹绿了我娘，而是他上了年纪，居然晚节不保。哈哈哈哈！我爹我懂，他不敢的。这6界谁不知道他惧内，每次出门都有我娘陪在身旁。别说绿了，就是看一眼雌性生物的毛，回去都是一顿胖揍。再说了，这狐狸精如此冲的味儿，也只有倒夜香的才能下得去手吧。譬如刘音那渣渣，倒还有点脑子。朝离轻哼，我挑眉并不理他，直接与那狐狸精对线：“快从思雨仙君身体里出来，否则我把你打得魂飞魄散。”就凭你！他冷笑，双手结印释放灵压，准备和我干架。半刻钟后，思雨仙君倒在云上呼呼大睡，而我手上捏着一只影子，正是那只嚣张的狐狸精。原来竟是魔族的黑狐一族，据说此妖物数量庞大，且没有实体，惯用意念控制人心。若心有欲望，即使是天界神君，都逃不过他们的掌控。朝离最是不屑这种妖物，当即便要灭杀他。谁知他竟然笑了：“你不能杀我！”看不清五官的脸上笑容肆意狂妄，紧接着张开口，露出喉间的半颗神魄。那是姐姐的神魄。我身子一颤，潜藏的灵力因怒意涌出，震散了四周的云层。指尖微微用力，黑狐拼命挣扎。你杀了我，你姐姐也会死。若没有他给你渡灵力，用不了多久你也会灵疾而亡。冷静点！朝离拦住我，神魄暂时分开，并不会影响原身，但从黑狐身体里剥离出来需要技巧，交给吴大佬开了口。我果断让手。他下手快准狠，仅掐了个诀，便切开黑狐的脖梗，取出了神魄，全程只用了半盏茶的功夫。事后，他随手一捏，黑狐变成了灰烬。死前那刻，他凄厉的笑叫，只留下一句：“我会回来的，回来一次打一次。”我现在属于狐假虎威，嘚瑟得很。只是一想到姐姐，我急忙问朝离该怎么办。后者默了默，随即抬手指向思雨仙君：“他尚还有余用。”思雨仙君适时也醒了，伸胳膊蹬腿：“发生什么事了？我在哪里？我在干嘛？”玄光境内火热一片，我从思雨仙君的降雨带中出来，满身的雨水瞬间烘干。洞府四周万籁俱寂，我有种不好的预感。刚想奔回洞府时，思雨仙君拉住我，我一回头被吓得亚麻呆住。业火果然厉害，堂堂一仙君，只是余火都被烤成了红烧狮子球。
他黑炭的脸有些别扭，但表情还是比较缓和的。黑狐之事，多谢了。我抿唇摇了摇头。人有欲望尚可理解，仙人作为高纬度生物，还能被魔界妖物控制心性，说出去也不光彩。我救了他且保密，他舍身助我。扯平了。我紧接着飞回洞府，却连毛都不见一根。爹娘和姐姐都不在房里。不可能，我能确定他们还在苍黄山，因为玄光镜是必须由内控制关闭的。是黑妞吗？我娘的声音突然从墙上的山河无恙图中传出来，随后她的头也冒了出来，见真是我，直接开口啐：“臭丫头，你死哪去了？娘还以为你被烤熟了呢。”骂归骂，但她眼里却都是泪。平时听到黑妞2个字我就应激，可是此刻我爱极了这个名字。进入画中世界，里面山水怡然，苍黄山中的所有生灵竟都藏在此处。我娘领着我走进青竹小筑，亏得你爹灵机一动，想起了上次过寿天君送的山河无恙图，才将山上的生灵吸入画中，否则后果不堪设想。娘，刘阴少君还在苍黄山吗？我试探性问道。我娘摇头，几日未见了，许是阴山火回天界了。那姐姐呢？还没等娘回答，我爹出来了。瞧见我安然无恙，他上来就给了个熊抱，吓死爹了，没死就好。我还没说啥，体内的潮离突然夺过控制权，一脚踹飞我爹，滚开，死鸟！我娘被吓得扶墙，我爹趴在地上，而我在心海里呆若木鸡，空气死一般的寂静。这骂人的口气好耳熟，我爹跳起来，眯着眼打量我，满脸戒备。你不是仔仔，你是谁？爹呀，我是仔仔呀！我在心海大喊，但潮离这老家伙就是不肯让我出去。他甚至用我的脸不屑且鄙夷地回视我爹，冷哼道：“我是你干爷爷。”三脸震惊。我爹低眉沉思几秒，继而大骇，指着我的鼻子，表情如同吃了屎壳郎一样。你是潮离？我娘闻言嘲笑，你傻了，潮离上神进入虚空世界闭关已有1000余年了，和咱黑妞有啥关系？都怪你总讲故事给他们听，孩子魔怔了吧？这下轮到我懵逼了。上神？等等，他不是天后的弟弟吗？据说最年轻的上神也有2万岁了，可天后才1万岁，这岁数对不上啊。你不知道，这老家伙是因为遭妖魔暗算，中了奇毒，为防止魔界异动，命与之身形相似的弟子假意闭关，实则给自己整到无极冰域养伤去了。我娘直接给了他记铁头栗子，黑妞又不会飞，怎么可能去无极冰域？我看你是被业火烤傻了。你才傻！感受到嗜杀的眼神，我爹的嘴立刻转弯。夫人说的一切都对，夫人就是我的领导。我的天，方才是为夫眼拙，这是咱们的仔仔，我娘这才满意。接着他转头看向我，此刻身体控制权正巧切换给我。四目相对，我爹的传音术瞬间攻占我的大脑，在心海里他见到了朝里。沉寂几秒后，2个老头开始互骂：“还真的是你呀，你丫的什么时候上我女儿子的身？老东西还要不要脸了！”面对我爹的炮轰，朝里稳如老狗：“是你女儿自己去无极冰域，用一半身体控制权与无作交换的。”你放屁！骂了好久，我是一句也插不进去。瞧着现实中点头哈腰的我爹，简直没法把他和我心海里那个10句有9句脏话的男人联想在一起。果然，男人心海底针。这时身上的神魄跳了几下，我立即摸出来查看，却发现本来洁净清透的半颗神魄，此刻笼罩了层黑雾。我心头一惊，别吵了，姐姐出事了！我连忙喝停在心海吵架的那俩幼稚老头，待会儿再找你算账。我爹甩下这句，立即从我的心海退出。待他出来，我立刻捧着神魄走到爹娘面前，张开手心，却发现神魄变成了块黑色的石头。怎么会这样？我娘享受着我爹的马杀鸡，咂了口茶道：“你姐姐一直待在我们身边，哪里会出事？”又瞟了眼我手里的石头，不过是块普通的石头，有什么大惊小怪的？我正想辩解，背后突然响起脚步声。我爹努了努嘴：“木姨不是好好的在那儿吗？”我回头正好与姐姐的视线撞上，她温柔的笑意如往昔：“妞妞，你跑哪去了？害得姐姐好找。”她的语气颇带埋怨，发髻上的3、5根不摇轻晃，将绝世容貌衬得更是美不胜收。可她好像变了个人。我背脊一凉，艰难地扯出抹笑：“出去玩结果迷路了，姐姐，我好想你。”她抿嘴嗔笑：“姐姐也想你呢。”眼前这人果然不是我姐姐。首先，那个傻妞不爱打扮，也只会叫我妹妹。其次，听我说迷路了，她应该拉着我原地转个300圈，查看我有没有受伤才对。姐姐的爱向来单纯，看这情况，大概是被控制了。可从她身上察觉不到任何恶意的气息，而且我能肯定，从黑狐喉间取出来的就是姐姐的半颗神魄。难不成这是刘音和黑狐故意布的一步棋？再过10日便是月圆之夜，万物会因月华之光而灵力大减，届时身上的气息会不由自主地散发出来。朝丽提醒道，然后就靠我这鼻子一闻便知。想及此，我决定先不打草惊蛇，连朝丽都察觉不出来，更别提我爹娘了。我还是假意装作不知，以免对方抱起伤人。毕竟他现在顶着的是姐姐那张人畜无害的脸啊。
当夜，我爹摸进我房间，劈头盖脸一通训，质问我去无极冰域的目的。我只好老实交代。我爹听完，眉头紧蹙，反问我：“你确定仓皇山的业火与刘英及他身上的黑狐有关？还有木一夜是？”他沉默了，好半晌才说出天君的另一个八卦。原来刘英的生母并非普通的凡女，而是个半妖，但她心性纯良，救下了神魔之战中受伤的天君，宁愿被妖族欺负羞辱，也不将她的行踪透露。山间小屋，孤男寡女，又是有恩情的，事件的推演自然又顺利。某夜，天君擦枪走火，便有了孩子。可惜半妖生子，即是以命换命。刘英降生，可他娘却香消玉殒了。后来，天君为刚出生的刘英剔除妖性，才将其带回天界，对外只说是他与凡女所生之子。此事只有天后、我爹以及赤云上神知晓。那么问题来了，黑狐善于控制有欲念的人，难道刘英是知道了自己半妖之子的身份，无意中激发了潜在的妖性？对于这个可能性，朝里也表示赞同。千年前，吾就是喝下了刘英送的琼浆酒，不过3日之后才觉察中了毒。那毒变幻多端，即使是吾也无法化解，肉躯逐渐消散。若非蓝雨，此次他对仓皇山下手，定然有所目的。我爹听到他的声音，原本柔顺的毛立刻又炸了。老东西，我还没骂你呢，快从我崽身体里出来！就不，吾呆得蛮舒坦的。老流氓！我跪在地上，默默承接我爹愤怒的口沫。接下来的几日，我和爹按兵不动。至于我娘那边，爹说他性子急，指不定会坏事儿，还是瞒着好一些。仓皇山四周依旧火热猛烈，司雨仙君受了伤不敢闯出去，只好一边养伤，一边联系天界，再调用半斗寒冰水来熄灭残余业火。我与姐姐虚以威仪，她倒也没有怀疑。待寒冰水清洗过仓皇山后，玄光境外终于不再炎热，只是余烟仍旧滚烫，等它彻底散去，起码也要3、5日。为此，我爹没有打开玄光境，而这也是我们的计划。玄光境是仓皇山最强的防护罩，妖物进不来，自然也出不去。司雨仙君的伤好了七七八八，在返天之前，他让我小心黑狐。他说黑狐其实只有一头，可怕的是它能分裂出无数分身，若原体不灭，分身永远在。我想起附在他身上的那只黑狐死前的那句话，此刻竟觉后背发凉。送他离开后，我才回房休息，手里拽紧姐姐亲手做的火烈石手串，我彻夜难眠。那次为了找火烈石，他差点被蛇妖分食，只因听说能提纯凤凰灵力。我的傻姐姐，她又忘了我的真身是只雕啊！明日便是月圆之夜了，这次无论多么凶险，我都要救她。睡到半夜，熟悉的味道猝然出现，我猛地睁开眼，姐姐正趴在床畔对着我笑。小东西，我说过会回来的，你们装得那么假，真以为我没察觉？她的声音雌雄交杂，格外瘆人。我动了下身子，却发现一点力气都没有。我又试图催动体内的灵力，竟也毫无反应。别白费力气了，这是魔界的蛊毒，不消半日你全身的骨头都会腐烂发臭，成为一滩烂泥的。他边说还边瞪大眼吓我，只要你乖乖的，我保证你能活得好好的。我冷哼，你是谁？为何要害我们？他脸色微变，委屈感油然而生。怎么叫害呢？我是带着爱来的，不想破坏，只是想加入这个家罢了。离大谱，整个山都烧光光了，这还不算破坏吗？咱就说能不能少点废话，大大方方报出自己的名字。我很不想理他，但不得不继续拉扯。朝离正在心海解毒，在这期间，我得尽量拖延时间。戚风，这次他言简意赅。心海中的朝离突然顿住，是他回来了。我的好奇心一下起来了，听名字像男人，难道是我娘以前的追求者？虽然，但是还是打击下吧。我爹娘一向恩爱，这几日你也感受到了。你若真心爱我娘，应该学会成全，而不是做出此等偏激之事来。戚风突然很激动，眼神也变得很厉。谁对那婆娘有兴趣？我爱的是你爹清昭，我朝离爱冤孽。你个毛丫头，根本不懂情爱之事，无所谓。今夜之后，我和清昭会永远在一起。雌雄难辨的笑声在我耳旁响起，尤其刺耳。Sorry 哦，这事儿没人同意，蛊毒已解。朝离接手身体控制权，直接弹跳起身，将狂妄无形的戚风踢飞出屋。我心疼的大喊：前辈，那是我姐姐的身体，尽量轻点。麻烦。朝离面色一凛，飞身出屋。本来想在月圆之夜下手的，没想到提前了，只能看谁的拳头比较硬吧。被踢出屋外的戚风撞塌了一面墙，但他很快震开石块浮起来，眼神凌厉地打量我，石川后笑得发颤。我竟没发现这体内还藏着一人。朝离，你向来清高自傲，想不到为了区区肉体也能做出这等事。你与我如今还有何差别？可笑，你是侵占，而无是共生，这就是差别。呵，还是那么虚伪，话不投机，直接开打。夜空下，两道光影激烈碰撞，戚风随意运用姐姐的灵力，竟能压制住朝离。我能感觉到朝离开始累了，都是这副躯体的劣势，如果再打上半炷香时辰，我必输无疑。
更不妙的是，我爹今夜去冥海找赤云上神借离破珠了。除了我之外，现下苍黄山可以助力的战力只剩我娘，孤注一掷是唯一的办法。我控制身体，躲开攻击，快速撤离。戚风以为是朝里想逃，求胜心强烈的他竟想也不想追了过来。趁着黑云遮月，我窜进心不直的丛林之中，又凭借地势之变暂时甩掉了他。就在离我娘的屋子还有50米的时候，戚风猛然闪现在我前面，苍白的脸色犹如死物，唇角却勾勒出一个惊悚的笑。你跑得掉吗？既然朝离上神自己送上门来，那我也不客气了。双生凤凰加上一个上神的灵力，足够我重生临世了。他抬起双手一吸，我的身体突然僵住，而且不由自主的一点点朝他飘去。糟了，那是戚风生前修炼的禁忌法术夺魂射手。朝离想接手身体控制权，却没有成功。朝离，上次我操控流音下毒没弄死你，这次你终究还是栽在我手里了。宿命轮回，这是你欠我的。戚风狰狞地笑着，似乎认为胜利在望。我不慌不忙，清了下嗓子，深吸一口气，随后大喊：娘，我爹的姘头找上门来了。他说要拔光你的毛做烤鸡，还要带上你的孔雀毛，和我爹走遍四海八荒去度秀恩爱。得亏我常年练山歌，这大嗓门怕是隔壁山都能听得清清楚楚。不出3秒，我娘的屋顶被掀了，满脸气得通红的母孔雀飞了出来。见我被姐姐控制住，她冷声问：姘头呢？你们的爹呢？爆炸，仅在顷刻之间。我哭着道：娘救我，那个姘头叫戚风，现在占据了姐姐的身体，说要吃了我们姐妹俩，再给我爹多生几窝毛貂。行了，我编不下去了。我娘在听到戚风的名字后，火力值爆满，她看向姐姐，两人仅是对视一刹，我娘便认出了她。戚风，你都死了几百年，还惦记着清朝，这份深情我很钦佩。我娘突然笑了，眼底却尽是肃杀之意。放心，这次我会让你死绝。戚风冷笑，这么多年了，莫炫，你都不照镜子吗？老的皱纹都能夹死苍蝇了，还以为自己是孔雀族的第一美人吗？真是笑话。反派话多，最为致命。我娘没再反驳，但她直接抱起了，掏出从西华姥姥那儿借来的魔镜，念起神秘的咒语。下一秒，魔镜变成2把手型雷火枪，我娘一手一把对准姐姐，嘴里还念叨着：魔镜，这次开启打小三儿模式，弹丸要持续输出，切记只打三儿的魂魄，别打残了我的宝贝疙瘩。我以为我娘疯了，没想到那2把枪居然乖巧地点点头，真不愧是我娘。戚风不知道她的可怕，居然还嘚瑟起来，结果几枪下去，他差点叫娘。魔镜是魔界之物，所幻化的雷火枪是以击神雷和业火组成的火器，而他现在占据的是姐姐的凤凰原身，效果自然显著。虽然魔镜以控制力量，尽量不伤害姐姐身体，但打在身上灼痛感依旧会有，且是由他承受。害人中害己。他松手的刹那，我趁机逃出来，躲到旁边看戏。我娘手持双枪，火力全开，打得戚风完全招架不住，方才的嚣张全都跑没了影。最后一发正中心海所在的膻中穴，姐姐的身躯一震，2层人影交叠挣扎，似乎在抢夺身体控制权。是时候了，可惜离破珠未到，蓝雨只能兵行险招。朝离道，我抿抿唇，握紧掌心的火烈石手串。姐姐别怕，我来救你。我朝他飞冲过去，随手拽散手串，读取其中一颗，在靠近的那刻将它弹入姐姐的眉心。那颗石头褪去外衣，迸发出火红色的光芒。果然，这不是普通的火烈石，而是上古遗留下来的浴火石，能驱除一切罪恶灵魂，保留凤凰神魂。姐姐静了下来，紧接着戚风便被打出来了。但是姐姐还不醒，半透明模样的戚风面色惨白，但他却笑了。筹谋了这么久，没想到竟是这种结局。不过有凤凰神女陪我一起，死倒也不亏。哈哈哈，混蛋，去死！我娘变出凌霄剑，当头一劈，直接送戚风2度归西。在他死的那刻，姐姐身上冒出冰蓝色的火焰，可她仍旧没有丝毫反应。她被困在心海，这道血禁制除摄制者外，无人能破。可如今戚风已死，我娘飞过来想要碰姐姐，却被灼伤。这是冷焰火，能够诛烧一切生物。木姨，妞妞，娘该怎么办？我娘急哭了，全然不顾受伤的手背，紧紧拽住我，眼泪狂流。此刻我却异常平静，轻声安慰她：娘，别哭，姐姐不会死的。说罢，我挣脱她的手，转身抱住姐姐朝下坠去。妞妞，火热的灼痛瞬间席卷全身，我咬牙死死忍着，直到受到浴火石吸引，灵魂不由自主地被吸进姐姐的身体里。而我的身体由朝离接手，她感知到疼痛，立刻明白了什么，第一次不顾形象地朝我大喊：傻丫头，你会死的！进入姐姐心海，我看到她被铁链紧紧锁住，她却拼尽力气，痛苦地低哑道：快跑，妹妹，你快离开这里！我摇摇头，张开双手抱住她，清醒且理智。姐姐，我希望你能活着。其实触碰到浴火石的那刻，我便明白了，我的真身并非大鹏，而是凤凰的影子。凤凰双生，白为光，黑为影，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，缺一不可。只有我
才能让姐姐成为真正的火凤凰。下一瞬，我们周身覆盖着金色的光芒，两缕神魂交织在融合，一股强大的力量即将突破桎梏。锵锵一声长鸣，凤凰涅槃重生，浴火而生，赤羽金凤，点点火星流动。我再次睁眼，与姐姐执手立于凤凰真身体内，我心头震撼。姐姐，我没死吗？姐姐嫣然一笑，满眼宠溺。我以凤凰神力将你单独分裂出来，而今火劫已渡，你我姐妹日后无病无灾，永世安泰。我咬唇感动大哭。太好了，我姐姐不再是呆瓜美人了。我们化作人形飞到娘身边，她看着我俩差点哭成狗，但哭了没一会儿，她又开怀大笑，直到把视线转到我的身上，差点又要掏出那对雷火枪。怎么回事？居然有2个妞妞！我连忙和她解释近来发生的事，她才松了口气。但没几秒，她又拉过我，问：朝力上神是你爹的干爷爷，你是我们的女儿，现在他用了你的身体，那我该换他什么？我这头好痒啊，好像要长脑子了。等我爹和赤云上神赶到的时候，我们已经找到了被扔在山洞里烧得奄奄一息的刘音。戚风当他是颗废子，利用完了便直接丢弃，之后被业火吞噬了多日，已不成人形。我们一家没有圣母心，懒得救他，但赤云上神还是用离魄珠保住了他的神魄。在这过程中，刘音的部分记忆被投放出来。原来当年半妖生子后尚有一线生机，魔界墨水河中的血莲能保他一命，但作为天界之主，天君为了所谓的颜面，即使眼看着挚爱死在面前，也不肯去魔界走一趟。这就是帝王之爱，自私虚伪。刘音得知此事后，心中对天君的敬重和尊崇瞬间化为乌有，转而萌生出厌恨急欲取而代之的心思。天人一旦有了欲念，变成了黑狐的狩猎对象。无论是刘音还是戚风，都是被俗世之情影响的痴人。那我姐姐呢？恋爱脑吧，实在害人。番外又吃了天君的瓜。等刘音的记忆投放完毕，在场的我们一家和赤云上神都没敢说话。如果尴尬有声，那必定是震耳欲聋的。我默默感慨自己这条小命又珍贵了许多。赤云上神率先打破沉寂，此事是天君家事，理应将刘音带回天界处置。至于仓皇山被无端损毁，这其中主责也在戚风。清昭，这是你欠下的情债，就怪不得天了。我爹急声打断，呸呸呸，什么情债，我都不记得这号人。紧接着他表情谄媚，给我娘捏肩，我所有的情丝都是属于我夫人的。我娘睨了他一眼，没说什么。后来因八卦心的驱使，我死缠着朝离，让他讲讲我爹和戚风的事儿。他对此不胜其烦，终是告诉了我，当年我爹暗恋我娘，为了能多看他几眼，特地在玉泉山下临时搭了个窝住。某日，他的窝里突然掉下来一只受伤的雄孔雀，没错，就是戚风。彼时他因偷了族中禁忌之物，被守卫追捕。戚风谎称自己是外族来玉泉山投奔的，没想到族中长老要抢夺他传家宝物，所以恳求我爹替他隐瞒行踪。我爹帮了他，却也惹下了麻烦。戚风动了激恋的心思，认为我爹心悦于他，于是各种死缠烂打。后来竟还在我爹娘成婚那日来抢亲，可那时爹娘是私奔下界的，根本不会有人知道他们的行踪，戚风却轻而易举地找到他们。如今想来，大抵是禁忌之物给他的能力，而孔雀族为何会保存禁忌宝物的缘由，连我娘也不清楚，只知道那是部妖术宝典。戚风每日来纠缠，且女装 cos 不断，极度辣眼睛。可能老天也看不下去，降下天雷，他最后死在天劫之下。有句话怎么说来着？老天会平等地收拾每一个作妖的傻 X。有件事连我爹娘都不知道，其实那天管雷劫的正是朝离，他只是打了个盹，却误打误撞劈死了戚风。嗨，孽缘！怪不得戚风那么恨他呢。刘音被废，天君并没有追究。事实上，他也不敢将这事闹大，毕竟面上无光的是他。为了补偿我们一家，天君特地派遣思雨仙君及百花仙子下凡落住仓皇山100年，带着规避山火、和谐家园的口号，将仓皇山变得比以前更加生机勃勃，充满仙气。还不止呢，天君的其他几个儿子一个接一个来仓皇山小住，目的为何？傻子都明白。可惜我姐姐已经长出了脑子。他如今一心造福凡间，时不时就飞出去献个祥瑞啥的，对于那些神君的追求全然忽视。天君急了，说姐姐太高冷，妹妹也行啊。我直接挨个踹飞。道歉，渣男体质有遗传的，我还想多活个几万年呢。我爹和我娘依旧过着夫唱妇随的甜蜜日子，瞧着今日洞府上空霞光遍布，估摸着我娘又有了。突然有些好奇，这次的蛋会跟我和姐姐一样吗？至于朝离，他又跑回了无极冰域，说是习惯了安静的日子。实际上他是嫌弃我太烦，但这怪不得我呀，谁让他年岁那么大，四海八荒不少妖魔人仙的八卦他都知道。浅聊几例，天君原来除了渣还是个臭脚，熏得天后夜夜犯呕。赤云上神喜欢月宫仙子，结果每次表白都掉裤子，现在人家一见他就应激。蓬莱仙主爱吃凡间臭豆腐，
苦苦寻求制作秘法，结果发现那是摊主用夜香烘焙豆干而成。魔界太后年轻时喜欢看壮汉展示胸肌，直到她遇到了一个爱唱闹太套的男人，每天一个八卦故事，新新鲜鲜每一天。这种日子不比做神仙快乐吗？晚安。